大家好，我係 Kevin。我好耐冇嚟大阪啊，咁而家就喺蘭波站出邊嘅廣場啦。咁今次嚟大阪嘅主要目的就係想睇一睇，喺今年2025年8月發生咗火災喺道頓窟嗰兩座大廈，而家係究竟搞成點樣嘅？同埋喺近距離度睇一睇，有啲新聞片段未必影到出嚟，睇下個火災嗰個情況係有幾嚴重嘅。咁話晒，日本都係一個先進嘅國家，咁當然佢嘅消防設備係好完善，但係有啲舊區，咁道頓窟都係算係有啲比較舊舊地嘅舊區，對於防火嘅意識啊，或者係防火設備上面都未做得咁足嘅。日本新開發再開發嘅地區呢，就比較先進啲，咁防火設備會完善啲。一啲舊嘅，即係二戰之後起咗落嚟，一次都從未翻新起過嘅樓，或者係只係好早期翻新起過嘅呢，咁有好多都係超過50年樓齡啊、70年樓齡嘅話，咁佢哋對於防火嘅構造呢，都會比較落後啲嘅。好，已經差唔多出到嚟道頓窟啦，咁我出埋呢一個路口，右手邊就係蟹道落。咁我再行前少少，喺個河嗰度，即係道頓窟村嗰度望翻過去先。呢一場火災發生喺大阪最受歡迎嘅遊客區道頓窟。2025年8月18號星期一朝頭早9點49分，大阪市消防局接到一宗嚟自大阪市中央區中右衛門町綜合大廈附近鋪頭職員嘅119報案。喺日本，如果想報警係話有火災嘅話，就會打119去報案。報案內容就話棟樓1樓有煙冒出，由道頓窟村北岸中右衛門町一棟叫Inaka Kaigan嘅6層高建築物1樓鋪頭附近首先起火。接報10分鐘之後，消防部門已經派咗63架消防車、1架直升機同埋1艘消防船去救火。不過火勢好快就蔓延去到隔離一棟7層高嘅Inaka Soba Bill。火勢仲透過呢兩棟大廈之間嘅通道擴散出去。消防員到場之後，面對嘅情況同一般樓宇嘅火警完全唔同，火勢以異常驚人嘅速度擴散。根據目擊者嘅影片，最初只係1樓有火光，短短1分鐘左右，火勢已經蔓延到成棟大廈。當時一隊3人嘅小型水槽隊，包括沈消防司令同埋長友消防員在內，至少有3個隊員由東座1樓入咗去已經起火嘅相連大廈入邊進行救火。當佢哋喺5樓工作嗰陣，天花板突然大範圍咁樣倒塌，攔截咗主要嘅逃生路線。喺呢次冧天花入邊，其中一個隊員成功靠自己嘅力量逃生，但沈司令同埋長友消防員就失去咗逃生嘅路線。估計佢哋為咗揾其他避難嘅路徑而上咗去更高嘅6樓。搜救人員即刻展開對2名失蹤隊員嘅搜查，最終喺大廈6樓揾到佢哋，並將佢哋救出。可惜2個人送院之後喺下晝1點之前相繼證實不治。根據法醫嘅解剖，佢哋嘅死亡時間推斷係接報之後嘅短短20分鐘，即係到場之後10至到15分鐘之內。火警喺首次接報大概3個鐘頭之後，即係下晝12點56分，大致上被救熄。呢一場火災最終造成2名消防員殉職，另外有5個人受傷，裏面包括4個消防員同埋1個市民。傷者裏面全部人當時都係清醒嘅，冇特別嘅生命危險。2棟大廈燒毀嘅面積合共大概係100至到110平方米。意外嘅現場正正就係大阪Minami，即係南區嘅心臟地帶，距離榕橋只有150米。而且非常接近固力果跑人廣告牌同埋當期京安之殿堂嘅摩天輪，係一個每年吸引幾百萬遊客嘅黃金地段。火警發生嗰日係平日嘅朝頭早，遊客相對比較少，可以話係不幸之中嘅大幸。火警對交通造成嚴重嘅影響，道頓窟村原來行人專區聚集咗好多圍觀嘅市民同埋遊客，加上大量嘅緊急車輛要通過，造成咗嚴重嘅塞車。榕橋附近主要觀光路線都一度受到限制。翻過去先。咁而家個市面咁當然咧係回復正常啦。哦，前面咧就係呢度，我見到啦，就係個當期嗰度啦。哦，咁見到有個遊覽船喺度嘅。咁落去下面嗰度望上去嗰度睇下咩情況先啦。好，咁睇翻當期摩天輪呢，已經係重開咗噶啦。即係正常營業啦。右手邊呢棟啊，咁係封晒板嘅啦，寫住防陰。
咁驟眼睇落去就唔係好覺，即係發生過火災咯，感覺上。咁睇翻啲相呢，咁左手邊呢度咪當期嘅，跟住再過右手邊一間呢，就係寫住龍角散，即係賣咗啲廣告嘅鋪頭啦嘅一個大廈。咁再右手邊圍晒啲布寫住防陰呢一個呢，就係比較嚴重火災嘅現場嚟嘅。近地下嗰幾層呢，係掛住個一蘭嘅招牌，咁而家全部封住晒啦。咁我睇翻啲相呢，咁就係呢度係有2棟嘅建築物嘅，睇落去好似係一棟咁樣啦。如果對比翻當期嘅話，就即係講佢係一棟樓嘅話，咁有啲人都會誤以為係一棟樓嘅。咁但係對比翻隔離龍角散嗰一棟嘅話呢，就發覺呢度啲大廈就未必係咁闊嘅。咁我再行過去對面近地睇下嗰塊板寫住啲咩。咁大概個現場呢，就係咁樣啦。咁已經係即係冇任何感覺到火災嘅跡象啦，已經即係清理得好好啦。咁當然啦，要為獻身去救火嘅消防員呢係作出哀悼。咁呢度就係悼念，咁我唔好行咁近，我行過去隔離呢度先。呢度就係慰問翻、獻翻花。我多數遊客都唔會理呢啲㗎啦，行過就算數。好，咁我會喺呢條影片度會介紹翻個案發嘅過程同埋一啲原因啦。咁調查到嘅原因就會講，如果調查緊嘅呢，咁都會介紹下有邊啲位係調查緊嘅。咁睇下塊板寫咩先啦。近鄰店鋪個安內，附近商店的信息。咁即係話有營業嘅話，就佢會指翻出嚟，究竟你去邊度啦。咁原來塊牌咁樣寫嘅。咁呢度入邊係睇唔睇到啲火災嘅痕跡呢？咁呢個咁睇落去嘅話就唔係好覺，唔知道究竟係有冇火災嘅，但係係有啲類似瓦礫咁嘅嘢。係咪好窿？咁都唔係好分辨到究竟係火災造成嘅窿定係點樣啦。咁係有啲黑色嘅。呢度都係同頭先嗰塊板差唔多。一蘭啊，原來即係受影響嗰間鋪頭嘅一蘭呢。咁佢又介紹翻其他鋪頭喺邊度。咁如果要食嘅話呢，咁唔該大家就按照呢個指示就去，同埋佢都好親切啦，寫明係幾點至幾點。咁又有 QR code，咁大家去查。咁受影響呢間一蘭，咁佢都做咗啲配套啦。咁就去為受影響嘅客人去提供一啲資訊。OK，咁睇完呢一邊嘅話呢，咁去另外一邊去睇一睇。唔同咗，呢一邊係冇乜問題嘅。咁上面呢個大廈呢都冇特別封到嘅，呢一邊就對出嗰邊就封咗啦頭先。咁另外嗰間呢，呢度肉八和牛燒肉呢一棟大廈好似有少少煙燻咁嘅痕跡，咁大家睇落去係覺得係咩情況呢？我肉眼睇落去就唔係好覺得特別係煙燻，即係我覺得係舊咗嘅大廈或者好多油煙嘅大廈會有呢啲咁嘅紋啊或者跡啊。咁呢一邊一蘭呢間鋪，咁大家會唔會有啲咩嘅發現呢？咁前面呢度就封咗噶啦，呢度有啲位紋。咁喺個門面呢，就唔發覺係有火燒過，就係覺得啲招牌係比較殘同埋污糟，但係未必係火災所造成嘅。咁前面呢度都係寫翻啦，近鄰鋪頭即係肉八呢一間啦，喺呢度做生意，佢有其他分店就介紹翻你去附近嘅分店度幫襯啦。好。咁大概嗰個情況就係咁上下啦。啲火災係好突然嘅，咁同埋睇下調查嘅結果係點樣啦。一啲初步嘅調查話係一啲防火嘅措施係做得唔足嘅。咁雖然日本係都有消防局去管制啲大廈，尤其是係營商嘅大廈。咁當然咧，住宅大廈都會有嘅。咁營商大廈都會包括在內，係有啲條例去管制佢哋，咁同埋會上門 check 嘅。咁跟住就講下起火同埋造成火災嘅原因。
根據大阪府警察同埋消防局嘅聯合調查，已經確定起火原因係西座一樓室外冷氣機設備附近嘅電力系統故障，火勢係經戶外廣告牌而蔓延。而呢啲當初係以難燃性防火布名義申請嘅廣告牌物料，佢嘅合法性都成為咗調查嘅對象。喺燒毀嘅戶外廣告牌支架仍然殘留喺大廈嘅南邊，可以見到因為高溫而變形嘅窗框燒到焦黑嘅大廈結構，足以證明當時嘅火勢有幾猛烈。關於大廈嘅戶外廣告牌，市政府根據條例需要喺市長嘅批准先至可以設置。根據市嘅建設局管理課嘅講法，喺3塊被燒毀嘅廣告牌裏邊，只有西座大廈中層嗰一塊係需要申請許可嘅廣告牌，當局有收過相關嘅申請，而其餘2塊係因為面積同埋用途等等嘅條件而唔需要申請。根據日本建築基準法規定，喺防火區域裏邊超過3米高嘅廣告牌，主要部分必須係用不燃材料製造同埋覆蓋。如果違反呢啲規定，大廈管理人同埋租戶鋪頭將會被追究責任。至於今次火警裏邊嘅廣告物料，消防部門仍然喺度調查緊。仲有發生火警嘅大廈係一種叫做特定單一樓梯防火對象物嘅建築物，呢個係指喺3樓或者以上有餐廳等等不特定多數人會用嘅設施，而大廈嘅室內只有1條樓梯。案發嗰2棟綜合用途嘅大廈入邊有餐廳同埋辦公室等等。關於呢一類建築物，唯一逃生出口就只有室內嗰1條樓梯。如果條樓梯被濃煙同埋火焰包圍住嘅話，人就好似喺罐頭入邊咁樣，完全被困喺棟樓嘅入邊。只有1條逃生路線嘅大廈係屬於高風險嘅建築物。根據大阪市嘅消防資料表示，呢一類建築物喺大阪市裏邊而家大概有5000棟。雖然呢一類建築物本身係冇違法，但係喺2021年喺北新地嗰度發生咗縱火嘅殺人案。案發現場棟大廈都係屬於同類型嘅建築物。大家去呢啲大廈嗰陣時，為咗緊急關頭保護自己，事先掌握逃生路線等等嘅知識都係非常之重要。呢2棟大廈都係喺1968年興建嘅鋼筋混凝土建築，並且喺4樓同埋6樓透過通道相連。不過由於法例並冇強制要求，所以2棟大廈都冇安裝自動灑水嘅系統。另外，尤其嚴重嘅就係喺2023年6月，消防巡查裏邊發現咗6項違規嘅事項，直到火警發生嗰陣，竟然仲有4項係仲未改善嘅。裏邊就包括未有按規定去每年進行2次疏散嘅演習，仲有火警中嘅設備配置不當，未有進行逃生路線嘅檢查，同埋各種防火設備有唔同程度嘅缺失。當時消防局已經要求佢哋要糾正。大阪市長橫山英幸喺事發當日就表示，有2名消防員喺執行職務嗰陣時殉職，實在係一宗非常之令人痛心嘅事件，並且承諾會徹底咁調查原因，防止同類嘅事件再次發生。去到8月21號，消防局內部已經成立咗事故調查委員會，預計會喺年度結束之前提交最終嘅報告。年度嘅結束即係2026年嘅3月。事件對旅遊業都帶嚟一定嘅影響。主要租戶之一嘅一蘭拉麵道頓窟總店同一間和牛燒肉店等等都已經暫停咗營業。大廈嘅業主 Inakasoba Kabushiki Kaisha 已經開始申請幾百萬日元規模嘅保險索償。而事件都引起國際社會嘅關注，海外媒體作出咗大篇幅嘅報道。不過日本國家旅遊局 JNTO 並冇發出特別嘅旅遊警示。道頓窟地區大部分嘅商鋪都喺幾日之內完全恢復正常嘅營業。呢一次事故喺大阪商業區火災歷史上面都佔有重要嘅地位。喺自1972年造成118人死亡嘅千日百貨火災以嚟，呢一單火災係喺道頓窟同埋Minami即係南區一帶造成最嚴重嘅火災事故。今次嘅事件同當年都有少少共通點，原因都係發生喺綜合用途樓宇管理系統上面嘅漏洞，同埋因為經濟壓力而唔將安全措施擺喺第一位嘅結構性問題。根據日本嘅消防統計資料，雖然建築物規模越大，火警發生嘅頻率就越低，但綜合用途樓宇管理責任屬於邊個就變得模糊。一旦發生火警，就好容易演變成為嚴重嘅事故。呢一個模式已經唔係第一次。儘管全日本723個消防本部組成咗消防體制已經有高度嘅發達，
但係要令舊式建築物徹底遵守法規，仍然都係一個挑戰。呢一場火災事故好可能係想以觀光立國嘅日本喺安全管理體制上面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喺道頓窟呢一類國際知名度高嘅旅遊熱點，要同時兼備經濟效益同埋安全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重要。為咗唔好令兩位消防員白白嘅犧牲，加強對老化旅遊區建築物嘅安全檢查，對違反法規嘅情況採取更加嚴厲嘅措施，同埋明確劃分綜合用途樓宇嘅管理責任，已經係刻不容緩嘅任務。道頓窟係日本嘅一個標誌性嘅景點，今次事故可能會動搖國際社會對日本城市安全管理嘅信心，但如果可以透過迅速嘅應對同埋徹底咁樣調查原因，將呢一次事件轉化為一個契機，去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更加可持續發展嘅旅遊點，充分咁樣吸收教訓，再次去迎接遊客嘅笑容。